韩立见到此处微微一笑，想要换取材料，一般来说早一步出手自然占了些便宜，这样可以避免自己需要的东西被别人抢先一步换走。不过这样的东西不会出现太多，而且换取的材料越珍惜，越不大可能和别人相冲，故而大部分修士都挺能沉住气，没和刚才那几人争抢什么。韩立还缺的几样材料都是比较冷僻的材料，更没有多少担心的了。这几人抢先换着站出来，大概都是要换的东西用途太广，所以才会如此一争。果然红霞修士手中拿出几种珍稀材料后，点名要换取几种东西，都是那种可以用在多种丹药上的炼丹材料。结果片刻后，真有几人走上前来，换取了其中多数材料，这让红霞中人心满意足走了下去。后面陆续上来的几人同样交换的也是比较顺利，都或多或少有所收获。不过当一名黄色人影手捧一块蓝灿灿的金属，点名要换一种韩立连听都没听说过的水属性材料时，一连问了3遍也没有人上来交易，只能沮丧地走了下去。从此人以后，无功而返的修士开始逐渐出现，当陆续30-40人上来之后，甚至空手而归的人居多，能换到东西的人居少。当然这并非代表这些修士想换取的东西在座其他人手中真的没有，而是大有可能交换物的修士觉得对方的东西不值得交换，或者对方出的物品根本不是自己想要，故而无动于衷，没有上前进行交换。故而这以物换物拿出来的东西也并非越珍贵就越容易交换成功。当然也有修士看中其他修士的材料，却手中没有对方所要之物，而上前密意商谈用其他宝物交换，但其中成功的却是寥寥无几，大部分都被冷冷拒绝。但成功的几人中却包含韩立在内的一次。韩立举动也很简单，直接用几株罕见的千年灵草和一些高阶妖丹来交换自己所需的材料。这2样东西对任何修士都大有用途，虽然1-2样可以在一些坊市中偶尔买到，但是一下凑齐这般多数量自然大为困难，故而那名修士只是犹豫了一下，就不再坚持原先的打算，点头同意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种材料被韩立用自己储存的物品换到了手中，如今就只差2样最罕见的，就可凑齐全部的傀儡材料。不过这2样东西实在过于珍惜，估计没有必要，普通修士一般不会主动拿出来交易的。韩小子，你打算拿什么东西换取材料？若是稍次些的宝物，恐怕其他人即使有材料也不会轻易拿出来的。东西早就想好了，这里的修士以魔道居多，我手中不正好有一种魔道视若至宝的东西吗？难道你说的是那样材料？你舍得此物？舍不得也没有办法，但傀儡材料都凑齐到了这个地步，最后2样一定要弄到手，否则前边白忙活了一场。只要傀儡若真像前辈所说的厉害，还是值得如此做的。韩立微微一笑，然后他看了看四周，觉得似乎差不多了。在一位修士有些沮丧的无功而返时，他终于从座位上站起，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，来到玉桌的后面。在座的修士都下意识地望着韩立，想看看他能从手中拿出什么稀奇的东西。韩立2手一翻，2手各多出一只小巧的玉盒，不过并没有着急打开，而是用目光略一扫视四周，故意用略微变声的沙哑声音说道：魔道至宝炼制材料魔髓钻2枚，换取五行玉和炫光晶2种材料，诸位道友若是有的话，就可将其换走。韩立一简洁的说完，就立刻2手微颤，顿时盒盖同时打开，从盒中翻起了2样黝黑晶莹的数寸大东西来，散发着淡淡的黑气，正是韩立在万丈魔渊中得到的2枚魔髓钻。哎呦，魔髓钻，炼制魔龙阵的材料，我没听错吧？不可能，世间怎么真有这种东西？真的假的？
韩立把话说完，顿时整个厅堂一阵大乱，不少人震惊之余直接吃惊地叫出声来。原本在空地边缘处一直闭目打坐的白匣中的人影，也同样惊讶地睁开双目，盯着韩立身前的2枚魔髓钻，眼都不眨一下。说实话，若不是在下修炼的并非魔功，这种东西在下怎么也不会拿出来交换。至于真假，只要有人能拿出在下需要的东西，本人自会让对方仔细检验。听到韩立如此一说，原本有些骚动的修士顿时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神色各异，望着魔髓钻不语起来。五行玉和炫光晶固然世间难寻，但和这传闻中才能出现的魔道至宝材料相比，自然差了一筹，让所有人都动心起来。炫光晶，我记得仓库中还有一个，只是因为此物太过贵重，所以并没有拿出来拍卖。我可以让人马上去取此物，让在下先检验一下魔髓钻如何。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作为交易会地主的白光中人影远远看了片刻魔髓钻，忽然这般说道：既然阁下开口，当然不可能是虚言，道友就先鉴别一下吧。韩立面上亚色一闪，但毫不犹豫地说道。白光中人似乎点了点头，一扬手，一道火光飞射而出，直射顶部厅堂，一闪即逝，消失不见。随后他才缓缓起身，向韩立这边走来。其他修士听到韩立和他的交谈，又是一阵骚动，但是这次谁也没有再说什么。白光中修士既然能被派出来主持这个交换会，自然是见多识广，阅历非同一般，故而人人睁大双目，静看这位检验的结果。白匣中的人影似乎还真对魔髓钻知道的不少，身手灵巧地将一枚拿到手中，先是一张口，就是一道白色阴火直喷其上。结果这些白色火焰一接触魔髓钻的黑气，竟然如同遇到克星一般，立刻从两旁一分而过，根本无法贴近魔髓钻煅烧。霞光中的人影脸上浮现出一丝兴奋，接着两手一掐诀，将口中阴火一收，竟又喷出一团蓝蒙蒙的寒气。此寒气将魔髓钻罩在其中，却是无法冰封分毫。目光闪动几下，他单手一抬，伸出一根手指对准了金钻，轻轻一点，顿时一股黑蒙蒙的魔气直接灌注到了其中。结果如同泥牛入海一般，魔髓钻丝毫反应都没有。没错，的确是魔髓钻，此物我要了。不知是否巧合，这位刚开口说出这番话来，身旁3-4丈远的地方灵光闪动，一名灰袍罩体的蒙面修士诡异地出现在那里。他冲白色霞光人影一施礼，抬手接过一个玉盒，人就消失不见。这一块玄光晶，道友看看是否合用。白匣中修士没有打开玉盒，直接转手将整个盒子递给了韩立。韩立也不客气地接过手，立刻打开盖子，入目的是一块乳黄色的晶石，但上面散发着一圈圈淡紫色的光晕，稍一细看之下，就一阵的头晕目眩。韩立见此，心中却是为之一喜，瞳孔中蓝芒一闪，头晕目眩之感顿消，然后将这块黄色晶石2根手指夹出来，放在眼前仔细鉴别起来。一旁白匣中人影见韩立注视炫光晶，只是身形微微一晃，就若无其事，心中暗暗吃惊。这炫光晶就是他看一眼，短时间都无法看第2眼，眼前不知名的修士竟能做到长久之事而若无其事，真是让人大感意外。不错，的确是极品的炫光晶，道友可以将这枚魔髓钻拿走了。韩立露出满意之色，将晶石放回玉盒，随手收进了储物袋中。那老夫也不客气了，现在还有没有其他人换取剩下一枚？看来没有人有道友想要材料了，道友可否愿意将剩下一枚高价出售给老夫，或者用其他珍稀材料换取也行。无论何种方式，
在下绝对让道友满意。谁说没有材料的？我这里就有一块五行玉。且慢，这东西谁也不准和老夫抢，此物老夫要定了。白匣中的修士试探的话语刚一出口，在四周修士中早就有人按捺不住，竟同时响起一男一女的声音。男子声音轰隆隆，如同晴空霹雳；女的声音婉转悦耳。随后，一团被黝黑霞光和一团刺目银霞从两侧的座位上飞射而出，一前一后落到了韩立的身前。这一幕引得其他修士一阵窃窃私语。和炫光经少有人知道不同，五行玉可是在修行界鼎鼎大名，谁都知道这是修炼玉质法宝的顶级材料。只是此玉实在稀少，上一次出现在修仙界似乎都是500-600年前的事情，如今又有人拿出来，自然让不少人大为吃惊和嫉妒。看来在座修士手中不是没有真正的奇珍异宝，而大多都是捂在手中，不愿轻易示人。白匣中人影一听那男子声音，面色大变，被霞光笼罩的面孔一下变得阴晴不定起来。怎么，叶老二，你敢破坏交换会规矩，想独占魔髓钻吗？黑光中修士根本不理会后一步飞到的银匣中纤细人影，反而盯着白色霞光不客气地说道。此人虽然在黑色霞光中看不清楚面容，但身材隐约高大，声音冰寒异常。坤兄实在多虑了，叶某怎会做出这等事情？在下只是对这位道友提一下建议而已，答不答应自然还要看这位道友。既然现在有2位道友，在下自然不会掺和此事。算你识相。魔修冷哼一声，两手一背，大大咧咧地说道。一旁的那名女修在银匣中绰约站立着，似乎有些怔住了。四周一阵吃惊声接连传出。幸坤，难道是血七门的长老坤无极？看身形听声音还真有些像样子。除了元婴后期修士，其他人怎会这般妥当？韩立听了这些话，脸色微变。这位魔修竟然是元婴后期修士，血七门可是魔道10宗中赫赫有名的宗门。原来是血七门的大长老啊，小女子真是失敬。不知道友是否也有这位道友所需的材料？若是也有的话，小女子立刻转身就走，将此物让与道友。看来此女并不因为对方的惊人修为和身份就打算放弃魔髓钻。坤某虽然没有五行玉和玄光经，但是和其他差不多的材料却有的是。你若识趣些，还是乖乖回去的好。坤无极也是脸色一沉，阴森无比，话里的恐吓之意明显之极。这可就有些难办了。这枚魔髓钻也是小女子一心想求之物。要不这样，若是这位道友真的愿意挑道友的材料而不要五行玉，晚辈绝不纠缠，就将此物让与坤兄。好，老夫也不是蛮不讲理之人，一言为定。大为出乎众人的意料，坤无极魔修似乎对自己的东西信心十足，不加思索的一口答应了下来。